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卡，今天来跟各位聊一下任天堂下一代主机可能推出的首发游戏阵容。这些游戏的阵容啊，可能不一定在新主机上市就会全部跟着一起上，大概在前半年甚至前一年都有机会推出。聊的角度呢，会用任天堂本家比较强的作品跟前3代主机上市后的早期游戏阵容来分析。看完之后啊，如果说喜欢这一种聊天的主题，也别忘记顺手帮我点个喜欢，顺便订阅我的频道。一路到新主机上市啦，接下来这个频道啊，也会有很多老人家的游戏啦，跟周边主机相关等等的话题。好啦，都会有。接下来呢，就赶快来进入正题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聊一下新主机的部分。这边轻描淡写聊一下网络上面现在有的资讯哦。硬体的规格呢，将会提升至约略 PS4 甚至 PS4 Pro 的等级，将支援到 DLSS， 可以利用晶片的 AI 计算方式，把小解析度的原画面呢算出更大解析度的品质，再把它呈现出来。帧数跟画质啦，应该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技术来有效提升。所以掌机状态啊，也会有机会从 720P 变成1080P， 尺寸更会从7寸提升到8寸，爽度是大幅提升。那 Joy-Con 会变成磁吸手把，会有新的按键、新的卡槽，有机会支援到旧的 Switch 游戏。如果是用底座呢，更可以输出到最高 4K 的画面。当然，以上这些都是网络上面多数在流传的消息。目前除了真的有主机会推出的消息以外啦，其他的官方都没有正式公布。所以在看到这些规格讨论的同时啊，我自己的想法是 ，DLSS 啊，的确可以让比较低阶的硬体规格跑出更顺畅、更优质的画面技术，能够支援是最棒的。因为像我有一台笔电啊，是搭配了4050这种超初阶晶片的，玩起游戏一开 DLSS， 顺畅程度提升的感觉非常非常大。那8寸的萤幕我倒觉得还好，毕竟以 Switch OLED 的掌机的状况啊，它已经那么满了，要再弄成8寸哦，主机势必会再长大，对吧？那携带性就是会稍微降低啦。然后再来是 Joy-Con 变成磁吸的部分，真的超难想象。如果撞到，或者是稍微大力一点放在沙发啦、桌上等等的，会不会直接分离？玩得太激动，会不会也分离了？当然，创意永远在脑袋。假设真的变磁吸，再来研究看看到底是怎么设计的。那接着是接底座会变 4K 这一点，我自己是觉得还好，因为光是把解析度盯上去啊，真的是没有差太多，画质起来才是重点。像我在玩巫师3的 PC 版跟 Switch 的版本，同样都接电视或者是去接萤幕，同样都调成1080P 的解析度啊，看起来还是会不一样。所以体感上面好看最重要啦。当然还是希望旧的 Switch 游戏可以全部相容到新的主机，这个绝对最舒服，也是最多玩家所期待的。那目前为止，网络上的说法大概就是传啦，新的主机可以支援到旧的游戏，然后专为新主机所开发的新游戏呢，就不能够用旧主机玩。这也合理，不然新主机哪有可能卖得动？游戏的话，老任家最为人知晓的大概就是萨宝玛这3个系列的萨尔达传说、宝可梦跟马里欧。正常呢，推出新主机的第1年啊，要有萨宝玛是肯定的，因为他们会带飞销量一波。而且任天堂的游戏就是要在任天堂的平台玩，想要玩萨尔达吗？想要玩宝可梦吗？想要玩马里欧吗？先来一台任天堂的游戏主机吧。那这3款目前为止已经确定的是宝可梦传说 ZA， 它是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的接续版本，虽然不是本传，但是以阿尔宙斯的高人气来讲，绝对是值得期待。新的都市啊是密阿雷市，一样是一个人类跟宝可梦会共存的地方。预告片后段啊有出现 Mega 的进化，也让不少人去猜啊，它会不会是宝可梦 XY 后续的 Z 版，就是一些比较后续的故事。而且以阿尔宙斯的调性来看，是否会有新的玩法在这边先做一个开炮，之后本传也是会跟上，这让人是蛮好奇的。至于它会摆在阿尔宙斯推出的1月档期，还是跟本传啊、重制版啊11月的档期一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新的主机销售的方式，一样是有机会推出双版本啦。如果是有珠子等级以上的内容，我自己是比较希望可以在新主机玩到它，因为会有比较强一点的效能给它跑，玩起来可能会比较舒服。至于萨尔达传说这一点就比较奇妙了，原本大家都在猜新主机一定要搭配一款萨尔达传说的全新作品，结果前几天的直面会居然发布了一款真萨尔达传说智慧的再现，以萨尔达公主作为主角的一款萨尔达全新作品，9月26号就会直接在 Switch 主机登场。这个发布的当下呢，有让我想到一个前阵子的网络说法，意思大致上是在说，原本新主机的排程啊是2024年，因为某一些因素才会往后面调整到了2025。假设推出新主机需要萨尔达传说，新旧主机的交界点也可能会推到双平台。萨尔达今年真的来了，会不
不会当时这个新主机延后的传闻呢有几分的可信程度？明年要搭配新主机的萨尔达传说呢，会不会就是萨尔达传说智慧的再现？而且回头一看啊，当年跟着 Switch 一起推出的旷野之息也是有 Wii U 跟 Switch 的双版本，悬吧？这一切都太悬了吧！再以林克的传说、旷野之息还有王国之泪来看啊，等一下我说错了，是萨尔达传说、旷野之息跟王国之泪来看，一个是2017年推出，一个是2023年推出。虽然王国之泪原本是要以 DLC 的方式来增加内容，越做越大才会变成一个全新的版本哦。开发时程啊也是拉了蛮长的一段时间。2025啊，如果要再出一款林克萨尔达传说的全新作品登场，好像就会比较有挑战。我猜到时候萨尔达传说说不定会再搭个新内容，包个一整包，推出个新主机平台的版本，或者是以 HD 的方式先去重置个像曙光公主啦、风之律动之类的，比较有机会。首发推出重置版啊，也是有过先例哦，晚一点会聊到。接着是马里欧，这个系列真的是广到爆炸，各种横向卷轴的、3D 的、派对的、运动的都有。比较主力的应该还是在横向卷轴，可是惊奇呀，刚推出没有很久，2023年年底推出的，距离3款马里奥兄弟 U 呢还多达了11年，所以惊奇要推出新主机的版本啊是有可能，但系列要再推出全新作品几率好像就比较小。3D 版的嘛，印象最深的是奥德赛跟3D 世界还有狂怒世界，不过马里奥3D 世界本身也算是 Wii U 作品，后续是加了狂怒世界才推出了 Switch 的版本，但马里奥奥德赛的机会就很大了，因为它是从2017年年底推出到现在，声势很强大，但一直都还没有新作的作品哦。那以新主机推出的时间来看，7-8年以上的时间，也是蛮有机会可以看到下一代。接着是马里奥派对空前盛会，这款全新的派对游戏啊，是在今年10月会登上 Switch 的主机，新机再推新机版的也是有机会啦，要有全新的版本也是相对比较低。最后是 Switch 上面卖破6000万份的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，认真说这一版的也是来自于 Wii U 时代哦，只是 Switch 让它更加发光发热，后续还花了2年去把一些旧赛道翻新推出，不断增加这款游戏的可玩性跟寿命。最早的版本也是到了2014，所以到明年来看也超过10年了，是该推出下一代了吧？老任也可以从头开始累积下一代主机的游戏销售王数量。除了萨宝马以外任天堂其实还有不少系列都是有坚强实力的，像是动物森友会啦、大乱斗啦，甚至本家最爱推出搭配主机的作品，像之前的 One to Switch 啦，或者是 ARMS 这样子的游戏啦，都很有可能在前几年就会推出。但近期也有公布一个新消息，密特罗德救急式超越，我觉得他要推出新主机的版本，机会也是相当大。以全新主机的前3代早期发售作品来看我这边有拉出了 Wii、Wii U 还有 Switch 主机。先说以加机的方式看，好像不太准，等等会讲原因。3台主机早期所推出的萨达传说系列分别是曙光公主 HD、风之律动 HD， 还有旷野之息。除了 Switch 以外呢 ，Wii 的曙光公主 HD 原本是 GameCube 版本的，那 Wii U 的风之律动原本也是在 GameCube 上。看起来萨达传说智慧的再现推出到新主机身上，完全是没有毛病。只要再加个 HD，但是这好像不太可能的，画质应该接近，要么加个 4K， 要么加个 DLC 好了，还是直接双平台同版本都是有可能的。可是会少掉很多已经玩过 Switch 版的玩家，毕竟现在的 Switch 是比当年 Wii U 的声量大太多了。宝可梦系列就是我说只拉加机来看不太准的地方，因为宝可梦第8世代跟第9世代现在算是 Switch 平台独占。回过头去看1到7个世代的作品推出的代表平台Game Boy、Game Boy Color、Game Boy Advance、NDS、3DS， 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全部都是掌机平台。所以 Switch 呢是掌机还是家机，还是偏向哪边比较多一点？各位你们怎么看？那以这样子来看宝可梦传说 ZA 能够登上新主机也算是不错的一个消息。了不起就像是当年的宝可拳 DX 呢推出在 Switch 的时机，看是要推出个新的或者是中文化都不错。那马里奥系列在 Wii U 平台呢，则是由舞动瓦力欧制造、马里奥派对8、超级纸片马里奥 RPG。Wii U 的话，则是有新超级马里奥兄弟 U 游戏与瓦力欧。Switch 的话有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跟超级马里奥奥德赛。2023年年底推出过超级舞动瓦力欧制造啦，所以我觉得瓦力欧的机会不大，先休息。马里奥派对今年10月空前盛会就是全新款的，顶多出个不同平台的同版本，所以它也可以先休息。纸片马里奥 RPG 嘛，今年又推出一
一个重置版的，会不会日期隔太近，少了一些新鲜感，可以先休息。很像马里奥，刚才有聊过了，惊奇也算是推出不久啦，所以也一样先休息。看完呢，就是马里奥赛车跟马里奥奥德赛的新作品比较有机会。不过以任天堂他们喜欢搞创意的方式来看哦，会端出什么全新菜色哦，真的不好说。只是新主机的推出啊，要带动销售数字，应该还是会保守一点的操作。之后陆续再推出个什么高尔夫、足球、篮球之类，但是那也是之后的事。比较有趣的是，当年 Wii 第一年啊，也有一款 Wii Sports， 还有 Wii U 呢，也有一个 Steam Party。Switch 呢是有 One-Two Switch 跟 ARMS， 感觉都是以主机特色所推出的作品。所以如果新主机也有体感玩法、陀螺仪玩法，有机会就有可能会再有一个新的创意作品，算是专门为主机而做。好不好玩不敢说啦，但是有创意哦是绝对的。那生活降魔录、密特罗德、皮克敏、斯普拉顿、异度神剑，这些也都是有在早期所推出的行列当中。除了密特罗德救急式超越，其他感觉都得要再等等。因为生活降魔录跟皮克敏啊，在2023年哦都有推出过新作品。斯普拉顿跟异度神剑虽然比较久一点点，但也是在2022年推出过。以周期来看呢，目前为止距离都比较短，所以新机要推出这些系列的新作呢，有啦是肯定有，但是不会那么快。毕竟他们还是老任的招牌哦，所以要有一定会有，只是要等主机再成熟一点点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才会把它们拿出来，做一个不同阶段的销售方式。最后总结一下新主机可能推出的全新作品，个人猜测啊，新的 3D 马里奥甚至是奥德赛的续作机会是有的。然后马里奥赛车的销量啊，如果能够早早累积也是有的，所以它蛮有机会可以带动一个主机销售啦，或者是可以有比较多的销售数字。当然要挑战销售排行榜的数字哦，这也蛮有机会，而且可以搭配新的主机，然后变成一个专用游戏。还有一些比较类似像 One-Two Switch 啦、ARMS 这种感觉的，可以发挥新主机的新功能的也是有机会推出一个。然后萨达传说之味的再现啊，密特罗德救急式超越、宝可梦 ZA， 甚至到超级马里奥派对空前盛会，我觉得都有机会双平台登场。上面讲到的马里奥游戏啊，要是效能没有要求的太过分啊，双平台登场的机会也是蛮大的。大概就这样吧。还有像 Wii U 推出过什么任天堂乐园啊，那一款也蛮有创意的，可以用 Pad 去跟大萤幕做互动，玩起来有一点搞笑。然后还有像你裁我剪啊、脑灵活学校啦，这些其实都蛮有趣，只是话题性可能没那么大。但如果有出的话，也都可以值得玩一下。最后的最后，就是我在网络上面呢，一直有看到不少人在猜任天堂新主机的名字，从早期的 Switch Pro 到 Switch L、Switch LL， 还有最近常看到的 Switch 2这个名字哦，很多人边聊边吐槽啦。观察回任天堂历代主机的命名来看啊，他们大多会以主机的特色啊来帮主机命名，然后所有的进阶款呢，通常也会弄一点有意义的说法，像是 Game Boy 变成 Game Boy Color， 就是颜色变丰富了嘛 ；DS 变成 3DS， 就是增加了裸视 3D。好啦，那新主机如果真的多个 4K 哦，那直接来个 Switch 4K 好了，还是变成 Switch Advance 好像也行。